看吧，就说这丫头上不了台面，一会儿肯定被老爷赶出家门。聒噪！这丫头不过才10岁，身上的气势怎么比老爷子还吓人？带我去见亲生父母。是，小小姐。老爷，这位就是从乡下刚接回来的大小姐。都10岁了，还没上过学，传出去叫人笑话。爸，您放心，我回去一定找个老师好好教导教导他。没教会他之前，是不会让他出门的。难道是东瀛人的后代？这丫头流落在外多年，缺乏教养，是得好好学学。爸爸，您别这么说，毕竟姐姐从小在乡下长大，没教养也是正常的。原身当年被拐，他的亲生父母却第一时间领养了个替代品，真是可悲可叹。姐姐，你这穿的是什么？还有这个面具，看着真吓人，小心吓坏了爷爷。我帮你扔了吧。这面具不是你能碰的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做这些也是为了你好啊！快把面具给我吧。不自量力！妈妈，我好怕！我看见那些人都死了。我说了，他不是你能碰的。爸，你看这孩子，刚进家门就欺负他妹妹，他这样的人就不配进程家的门。哼，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土包子，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场面，一定是被吓傻了吧？我只知道，长辈们说话，晚辈不能插嘴。没想到你从小在乡下长大，规矩倒挺得体。我是程家的孩子，身上流着程家的血，即便不能在您身边长大，但刻在骨子里的东西，也是无法改变的。说得不错，不愧是我程家孙女。看来程老爷子才是一家之主。我想要站稳脚跟，这第一步就是获得他的重视。给我准备一个火盆来。你要准备火盆干啥？今日我认祖归宗，理应送您一件见面礼。啊，好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给小姐准备火盆？是老爷。小小姐，您要的火盆来了。火光照亮天上和大地，雅各言，恩都力神，让你们都得丰收。雅各言，乖，奶奶来给你祈福。雅各言，这孩子祈福的方式，居然跟我奶奶做的一模一样。孙女不孝，10年来未能在您膝下尽孝。这个平安符您收下，会保佑您一生平安无忧。走丢10年在外，吃苦受累，这孩子却没有丝毫抱怨，可见心性非同一般，是个成大事。
好，你这平安符，爷爷收下了。丫头，爷爷也送你一份回礼，程家10%的股份。这些现在都属于你了。多谢。爸，这可是10%的股份，就我这个程家的继承人，也只有15%的股份，你怎么能轻易的就把它给一个孩子？是啊，爸，静柔她都没有。哼，静柔不是我程家的血脉。看看清河，再看看你们，一个程家的继承人，连孩子都不如。还有你这个做小叔的，做没个做相，哼，简直混账！阿叔，是你吗？清河，既然你回来了，那今天就随你爸爸回去吧。凭什么？静柔，乖，你先委屈几天，等爸爸拿到他手里的股份，就把他赶出去。祖父，我要换个监护人。什么？你要换谁呀？他，程思燕。我？你说什么？你要换一个监护人？我要他当我的监护人。我？这小丫头确实挺可爱，但我江城太子爷潇洒半生，要是认了这丫头，岂不是要被束缚住了？程思燕整天除了赛车就是打球，程清河，你要是选了她，可别后悔啊！爸，你已经给程清河10%的股份了，要是再让她去给二弟当女儿，那不就明摆着是让二弟去继承公司吗？你看他现在什么样，他能当继承人吗？闭嘴！思燕整天混不吝的，说不定收养清河以后，能收收性子呢。丫头，你那个小叔确实有点不着调，你确定要选他成为你的监护人？确定。你只有3秒的时间考虑，要不要做我的监护人？小爷我才不会！我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程清河和程思燕正式成为父女。我抗议！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养他了？抗议无效！你现在就把程清河带回家，好好照顾，否则的话，你的那些球杆机车我统统给你扔了！哎，别！我养还不行吗？小丫头，我警告你，这一世的阿叔简直就是个魂不吝的魔王，我必须要好好改造他，让他成为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彻底将程少华踩在脚下。你这小丫头！小爷我刚才答应你，只是为了应付老爷子的缓兵之计。你是我大哥的女儿，应该去找他。二少爷可是有名的纨绔，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听他安排？他连二少爷住哪儿都不知道，估计要露宿街头了。欣然放下。妈，我会听你的话，不会掺和大哥他们的家事，所以那丫头，我不会让她进家门的。二少爷，门口有个小女孩，说是你的女儿，要你去开门。她一个小屁孩怎么找到我家的？肯定是程老头送她过来的。
把大福他们放出去，把他吓唬走。少爷，他毕竟是个孩子，万一吓坏了怎么办？小孩子最会胡搅蛮缠，而且她还是大少爷的女儿，万一派他过来监视二少爷，那二少爷岂不是被束缚住了？二少爷，这件事交给我吧，我保证把他吓走。去吧。以为一个铁门就能拦住我？哼，铁丫头，二少爷的女儿只能由我来生，所以今天我必须要把你赶走。开个门，磨磨唧唧的。二少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哎，少爷在里面上厕所呢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小丫头被吓哭了？要我带她去找爸妈啊？你知不知道人在上厕所的时候是很脆弱的？还有，这里是我家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我想去，就没有我去不了的地方。况且，我现在是你的女儿，当然可以进来。你这小丫头，你算了，小爷我不跟你一般计较。所有人，给你们10分钟，把我阿叔这些东西全部都扔掉。我们凭什么听你的？因为我是程家大小姐，这里是程家的别墅，我照样有资格把你们开除。小小姐，我们马上就去办。在这儿。那。小小姐，这只斗鸡怎么办？哦，好香啊！刘晨，有好东西，怎么不告诉我？阿叔，尝尝。阿叔，这个称呼我好像在哪儿听过。算了，不想了。这鸡汤真鲜美啊！对啊，后院的走地鸡，确实肥美。你竟然，你把我的威武大将军给炖了！我花了80万买的斗鸡啊，就这么被你给炖了！我的威武大将军啊！刚才就你吃的最香。你好，小爷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你想要做我的女儿，就要完成以下3点：第一，不许哭鼻子；第二，不许吵闹；第3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不许动我的宝贝们，听懂了吗？那我也有3个要求：第一，12点之前归家；第二，不许抽烟喝酒；第3，要时刻跟我保持联系。小丫头，你小小年纪，你管得还挺宽呢。我告诉你，在江城能管小爷我的人，还没出生呢。已经出生了，就在你面前。切，刘婶，已经很晚，小小姐该睡觉了，不要让她影响我玩球。是少爷。小小姐，
天气凉了，咱们回房间睡觉吧。现在你就是追也追不上二少爷了。能追到，只需要3秒。3、2、1。如果我是 DJ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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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DJ。一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小朋友7到底是哪儿来的铃铛声？难道是我幻听了？你是在找我吗？我靠！鬼啊！程清河，程清河，你竟然联合保镖恶作剧搞我！你现在给我下来！现在是晚上8点。8点。啊，现在是动画片的播出时间。你要我回去陪你看？程思燕，你正值大好年华，我要你在1个月内掌握程氏集团全部的商业信息。小丫头，你是要我去争夺那个家族继承人的位置？你看我争得过吗？争不争得过，总要先试一下。毕竟只有自己强大，才能保护想保护的人。再跟这小丫头耗下去，我的夜生活就要结束。不管了，先应付她再说。说得好。你看，现在距离12点还有4个小时，爸爸向你保证，在12点之前一定回家，好不好？凡事欲速则不达，不能把这纨绔爹逼太紧，行吧？现在是12点，刘神，打电话让爸爸回家。小小姐，我们可不敢干涉少爷，不然他大发雷霆，会把我们全部开除的。那你们现在就可以卷铺盖走人了。啊！这么可怕的眼神，竟然会出现在一个孩子身上！哎，打，我这就给少爷打电话。喂，干嘛？打台球呢？程思燕，现在是12点01分，你违反了我们的约定。如何呢？又能怎？小爷我很忙，今晚还有3场比赛呢。既然爸爸不回来，那我就亲自去找。爸，这是我上周得来的青花瓷，你看看怎么样？品鉴一下。老爷子，不好了！听说小小姐孤身一人带着二少爷的球杆，要去暴揍二少爷。什么？这不简直是胡闹啊！暴揍程思燕这样的名场面，应该当着我的面进行啊！可惜呀，现在时间太晚了，看不到了。我就不信那个野丫头能拿捏程思燕这个纨绔。我跟你描述一个灵魂。燕哥，你这新女儿还挺黏你的。看来我们曾经玩世不恭的太子爷，马上就要变成女儿奴了。哎呦，那你就不懂了，这燕哥潇洒惯了，连他家老爷子都管不住他。你说一个小孩子可能让燕哥牵挂吗？是吧，燕哥？没错，一个小丫头刚进门就对我管天管地，我都快头疼死了。
不过呢，我今天狠狠教训了他一顿，他现在对我那是顶礼膜拜。燕哥，照你这么说，我们以后管教孩子，可得向你取经了。以后都找我，我有经验。我去，天降萌宝，出手皆黑吧？小丫头，小丫头，这大半夜的你不睡觉，你跑来这儿干什么？各位叔叔好，我叫程清河，刚成为程思燕的女儿，今天也算是我跟各位初次见面，给各位带了点见面礼。燕哥，你这小闺女挺懂事儿啊。小朋友，你给叔叔们带了什么见面礼啊？啊？这就是我给你们的见面礼。这以后，我爸爸过了12点没有回来，那你们的下场就跟这球一样。这以后，我爸爸过了12点没有回来，那你们的下场就和这个球一样。这天是神力啊！燕哥，你快跟你女儿回去吧。球能碎，我们可不能碎啊！这么快就叛变了，一群墙头草。小丫头，我警告你，惹到我，你算是踢到铁板了。我今天就算是死，也不会跟你回去。你不服，那我们就来打个赌。赌？你想赌什么？就赌你最拿手的台球。行。小丫头，你知道台球怎么玩吗？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刚才不会，现在会了。你先来。行，你要是输了，别说我欺负你。丫头，我们再加个赌注吧。你要是输了，我就把你关进小黑屋里面1天1夜，这样总该能把这小屁孩吓跑吧？小祖宗，你就别逞强了。你爸去年可是拿过奖呢，你跟他比这个，比不过的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和我从小玩到大的珍珠球怎么不一样呢？小丫头，你要是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小爷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不罚你进小黑屋了。小姐，你真的要比吗？你怎么能赢得过少爷呀？信我。我去，10岁嬷嬷居然能一杆进洞！哼，
有什么值得欢呼的？这小屁孩就是有新手保护期而已。小叶，我现在就让你们见识一下，什么叫做无敌求神不好惹。这球可以啊，还得是燕哥。不愧是燕哥，牛逼燕哥！燕哥，你这球打得太厉害了。小祖宗，你爸现在可就只剩1个球了。这个游戏需要把所有球都打进去才能赢，但现在你还有6个球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别跟你爸比了，比不过的。小丫头，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，你这新手保护期它不是长久的。喏，你一次就进了1个球，但是你后面还需要再进6个球，你已经没有气运可以用了。气运？我从不靠这些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小屁孩还在嘴硬，等下他输了，要是哭鼻子可就难搞喽。天哪！小小姐竟然真的把二少爷这个混世魔王带回来了。刘婶，小小姐到底怎么把少爷带回来的？哭闹撒娇吗 ？No， 小小姐是我见过最霸气的小孩。燕哥，认输。嫌我江城第1纨绔，竟然输给一个小丫头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我还要什么名声？爸爸，你还记得你说过，输了以后……记得，我输了，我都听你的。好，那么从明天开始，就接受我的改造吧。不让我偏要，大不了在12点前还，让小丫头无话可说。11点58分，我可没有在12点之后还，让我先看看小丫头现在在干什么。刘婶放心，我是心甘情愿认成二少爷做爸爸的。那小小姐愿意一辈子跟着少爷了？这却不一定了。什么意思？小丫头这是不要我？小小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少爷其实他并非外界传闻的那么纨绔，难不成你不想认他做爸爸了？我心目中的爸爸是个顶天立地、严于律己的大英雄，可如今我的爸爸却只知道贪玩。那如果他一直不学无术呢？江城有的是英雄，等我跟他断绝父女关系，再找一个不就行了？小小姐，今早的饭都是你最爱吃的。爸爸，刘婶说你一晚都没睡，是有什么烦心事吗？爸爸，您的眼睛怎么红了？没事，我就是想我那几只鸡了。那几只鸡对你那么重要吗？
只能让你玩物丧志。有空吗？出去玩。行啊，老地方。爸爸，因为我杀了几只鸡，你生气了吗？没错，我就是怨你杀了我那几只鸡。爸爸，少爷，都是我不好，你可千万别怪小小姐，她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小丫头，都怪爸爸没用，成不了你心目中的样子。既然你早晚都要跟我断绝关系，那我也没有必要在这个家待着了。小小姐，这可怎么办？咱们是不是弄巧成拙了？燕哥，你都在这儿喝了2小时的酒了，我们台球也打不了，你到底叫我们过来干什么啊？我女儿她不想要我了，你一个没结婚的，能懂吗？不是，燕哥，那不是正好吗？既然没有人约束你了，我们就像之前一样，继续逍遥快活啊！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就是觉得莫名的难过。哎，别喝了，燕哥，那你女儿为什么要跟你断绝父女关系啊？她说，她想找一个英雄当爸爸，而我却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人。燕哥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真的想让你女儿陪在你身边啊？当然想啊，能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小丫头闺女，那得多幸福啊！哎，燕哥，既然你这么想要你女儿留在你身边，那就不妨做一个好爸爸，说不定会有意外惊喜。妈妈，思妍，成家水深，不是咱们能融入进去的。妈妈不想让你争家产，只想让你平安、快乐地活下去。我知道了，妈妈。唉，可我只想当个纨绔。为什么？燕哥，我看你女儿挺想让你管理公司的。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回去晚了清河会担心我的。哎，燕哥，燕哥，燕哥，这才10点啊！难不成燕哥真的因为他女儿收心了啊？小小姐，这只鸡好不容易给炖了，你为什么又买了2只啊？你不知道吗？这鸡可是让少爷收心的关键。没关系，一切我自有定夺。清河，爸爸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清河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我杀了爸爸2只鸡，现在想补回来。爸爸，你是不喜欢我买的这2只鸡吗？你那样的鸡太难买了，我根本买不到。我浑浑噩噩过一辈子就算了，现在有了小丫头，不能让她跟着我受罪，再怎么着也得给她争个庇护。清河，我决定了，好好学习，争夺继承人的位置，成为你心目中那样的父亲。我就知道，我程清河没有看错人。你先看看这本，对你很有用。爸爸，这个你也看看，这些你都看看。这是公司组织架构图。学得如何了？随便提问。好，那我问你，程氏集团为何会走向落魄了？ 3年前，我爸
将公司交给我大哥程少华，想要发展药业的新项目，拿着2亿资产贸然投资，投资失败后，公司亏损严重，开始智能制造项目。很好，那我再问你，如何让集团再次发展起药业？如今公司仍是我爸跟我大哥在掌权，就算我想干，也无权插手。不，我们需要的是资源。爷爷的寿宴到了，正是我们拉拢人脉的好时机。黄老，哟，陈家少爷，你要点什么？爸爸，一门门主跟你很熟啊。爸爸，陈少爷，你什么时候突然多了一个女儿啊？嗨，这是我大哥的女儿，被我的才华所吸引，认我做了爸爸。哎，对了，黄老，我这次来呢是想向您求一株千年人参作为贺礼，有没有啊？千年人参，没想到你这个纨绔竟然还能想到给你爸送寿礼。这株不够极品，我要旁边那株。这株可是千年参王啊！不卖不卖，这株是我压箱底的宝贝。黄老，您别小气，我们清河好不容易想要个东西，您就发发慈悲。多少钱我们都出，不还价。小姑娘，你这古籍扣零手法，难不成你和传说中的萨满圣女有关？你从何得知？我是圣女旁支后裔，这是传下来的认亲骨牌。不要声张。老奴明白，这个千年参王本就是给有灵运的人准备的。今天呀，他能面献给圣女，也是他的福气。哇，那我就说吧，清河，你爸爸这国民纨绔的称号，那可不是白来的，走到哪儿都是行走的吸粉机。黄老就是我一粉丝，特地送你一个人参当见面礼。是吧？清河，你要想要什么东西，你尽管给爸爸讲，爸爸的粉丝会给你安排的。哇，爸爸好厉害啊！粉丝居然会送这么贵的人参。那可不，也不看你爸爸试试。凭什么？爸要把10%的股份送给程清河那个死丫头？还让她做了程思燕的女儿，白白给她添了一份助力。他就是被程思燕混昏了头，咱们静柔可比那个程清河懂事100倍。爸一直痴迷萨满文化，我特意找了戏班，让他们明天在家宴上跳驱邪舞，就说程清河是个招阴的脏东西。这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怎么没见二少爷过来呀？听说这二少爷新认了个乡下女儿，该不会是不好意思来了吧？陈二少小小解答。这个人是程思燕。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这么一看，他才像是程家继承人。这跟变了个人一样。少华，他不会是真的想跟你争程氏集团继承人的位置吧？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一个空壳子而已，掀起什么风呢？哼，那可未必。在我的帮助下，你一定是落选的那个。死丫头，你！
祝爷爷松寿延年，万寿无疆。爸爸，快给爷爷行礼。这逆子连我的话都不听，怎么可能去听一个丫头的话？爸，生日快乐！他竟然真的给我行礼了。寿辰到，上贺礼。我送金马1尊，祝长老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我送玉如意1座。我和爸爸送爷爷千年人参1株，祝爷爷寿体康健，长命百岁。什么千年人参呢？我看呢，这一定是假的吧？就是啊，爸，除了一门门主黄老，现在哪还有什么真的千年人参呢？别听他们吹牛了。爷爷，有一件事孙女觉得很奇怪，这些年小叔一直沉迷于台球，哪有钱买得起千年人参？难不成要毒死爷爷争家产？据我这段时间的观察，爷爷非常讨厌为了家产不择手段的人。这颗人参确实不是从黄老那儿买来的，是他送给我和清河。你的脸好大，黄老能把千年的人参送给你？来人，上家法，把颗撒满符文的桃木杖拿来。爸，你是这么不相信我？我怎么可能拿一颗假人参来骗你呢？不争气的东西，你骗我还少了吧？我的手怎么突然动不了了？我爸爸到底犯了什么错，需要家法处置？这个混小子送我一个假人参，分明就是想要取我的性命。等我死了以后，好继承我的家产。孙女保证，这人参就是真的。保证？你拿什么保证啊？这个人参是一门门主黄老送给我和爸爸的。小小年纪，满口谎话，一门门主身份尊贵，怎么可能把这么贵重的人参送给你们呢？别再说了，来人，把这个不孝子给我赶出去！把这个不孝子给我赶出去！用不着你们赶，我们自己走。闺女，我们走。我要跟你们打赌。你想跟我赌什么？就赌这颗人参是真的。打赌是要付出赌注的。你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拿什么跟我们赌啊？就拿我和爸爸在公司的全部股份。好，我跟你赌。如果你输了，就把你名下所有的股份转移到静柔这。我赢了，你要把你名下全部股份都转移到我爸爸名下。小野种，你怎么？你们不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今天在场所有的宾客都是证人，我跟你赌。我这就请专业的人来鉴定这颗人参的真伪。不用，一门门主马上就到。一门门主身份尊贵，怎么？你说到就到啊！一门门主黄老到。黄老竟然真的来了！哎呀，不知黄老到来，有失远迎。是你的好孙女啊，特意邀请我来参加你的寿宴。哦，对了，她还特地到我那儿给你找了千年的人参，不知你收到了没有？什么？人参竟然是真的？收到了。那个，刚刚我还在夸赞我的孙女呢。陈王，小孙女将来呀，一定不得了，你可一定要多多重视，她肯定能为程氏集团带来利益。谢谢。还好刚才家法没落下去，要是清河那小丫头告状，可就彻底把黄老得罪了。我一定不能让这个乡下来的野丫头抢我的风头。爷爷，静柔也有寿礼要送给您。哦，你有什么礼物要送给我呀？我知道爷
爷一直喜欢萨满文化，所以我和爸爸特地找来了神明圣女的后裔。今晚要在宴会上跳驱邪鬼戏，给爷爷去晦气保长寿。驱邪舞，他不是冲着我来的吧？爸，这几位师傅就是圣女的后裔，我特意请他们来给您贺寿和驱邪的。听说他们能查出家里藏的脏东西，保程家平安呢。有心了。不过这驱邪之事，不要惊扰了宾客。爷爷放心，他们有分寸。程清河，都不知道你被当成脏东西揪出来，这下看你还不被赶出程家。这几个家伙没安好心，要不要爸爸帮你把他们赶出去？不用，爸爸你就看着吧。有些人啊，最爱在关公面前耍大刀。招阴的脏东西，留在此处，陈家定遭劫难。什么？清河，你怎么能是脏东西呢？赶紧给我滚出陈家，不许害了大家！乡下来的就是不吉利，赶紧走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们家清河好好的，轮得到你们来污蔑他？不除了这脏东西，陈家永无宁日。就你这半吊子手段，也敢冒充圣女后人？你们刚才说谁是脏东西？你们跪他干什么？他只是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而已。你们是不是收了他的东西，在这给我演的？他身上的面具可是萨满一脉的圣物，只有萨满圣女才会佩戴。爸爸，这怎么回事？他们不是说能把程清河赶出去吗？这怎么？你们这帮骗子，拿了钱不办事，还在这装神弄鬼，信不信我报警，告你们传播封建迷信？我钻研萨满英灵，民俗社会起实在。这位小友身上确实带着萨满英灵一脉相似的灵力。至于这几位，连基本的萨满规矩都不懂，哪配谈什么驱邪？清河，你懂这些？略懂一二。听见没？我们家清河懂得可多着呢。至于你们，找几个骗子来污蔑他，安的什么心？我只不过是想给爸驱邪祈福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骗子。既然说要驱邪祈福，那我就给你看看，什么是真正的祈福。学了点皮毛，装什么装？爷爷，这祈福符戴在身上可保平安，驱散杂乱的气息。好，好，爷爷收下了。清河，爷爷以前真是小看你了呀。少华，看你做的好事，竟然叫骗子来污蔑我们清河，还想赶走他。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骗子，我也是无辜的。爷爷，就算那些人是骗子，那程清河跳的也不一定是正宗的嘛。小姑娘这萨满英灵舞步和祈福手法，
都透着古老传承的味道。刚才那几位骗子，连他的1/1000都比不上。程老，您这孙女有本事，能让大家了解萨满圣女文化，是我的荣幸和天职。刘大师和黄老都说清河有本事，看来把那10%的股份交到他手里是个明智的选择，我一定要好好培养他。我就说我们家清河厉害吧。刚才还有人说我家清河是从乡下来的，不懂规矩。现在知道了吧？这可都是真本事。切！爷爷，不知这圣女祈福舞，你可喜欢？喜欢的，我太喜欢了。那爷爷，何时能把大伯的股份交给我爸爸？那爷爷，何时能把大伯的股份交给我爸爸？是啊，爸，不能因为程清柔这个小插曲，就把赌约给忘了。黄老可是亲自证明过，这颗千年人参是真的。清河啊，这个赌约有点大，我们换一个如何？爸，你怎么能不信守承诺呢？爷爷，你送什么孙女都喜欢。看来要让爸爸当上程家继承人，仍需要在爷爷心里占据更多的位置。程少华，你最好不要让我抓到什么把柄。清河今日为我程家增添光彩，爷爷打算把城南那一块价值10亿的庄园送给你。10亿！那个老爷子真大方，真大方。多谢爷爷，我会再接再厉，为程氏集团效劳。虽然没能拿到大哥的股份，不过这老爷子也难得大方一次。爷爷，这次您的寿宴，爸爸也精心筹备了很久。孙女斗胆，想让爷爷也送爸爸一点东西。思燕，你沾女儿的光，我现在暂且恢复你在公司的职务，日后你要好好的学习公司管理。明日我就带你去见见人，长长见识。走。哈哈，您的亲生女儿本事可不小呀！既然能让程老开始重视二少爷，我看呀，要不了多时，程二少爷就会超过你了。哈哈哈！没想到老爷子让程思燕重新进入公司，这运气未免也太好了吧？咱爸连公司的名声都不顾，你还以为他进入核心层只是因为运气？难道是因为程清河？自从程清河回来，先是分走了10%的股份，之后又拉拢了一门门主和刘大师，现在又帮程思燕进入了核心管理层。不能再让他留在老二身边了，否则日后必成大患。可我们之前那样对他，他会回来吗？再怎么说，他也是你的亲生骨肉，说点好话，心一软，不就跟你回来了？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少爷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这几日不在家，小小姐想你想的一直在哭呢。清河还会哭？他得多想我呀！清河，是不是想爸爸了？清河，你怎么在看公司之前的项目？这都没什么用。爷爷说了，只有多参与项目，才可以应对公司突发危机。但是我有好多地方都不懂。爸爸，你这么厉害，能不能给我解答一下问题呀？爸爸，你这么厉害，能不能给我解答一下问题呀？清河这样也太可爱了，他可是难得求助，响应我必须支棱起来。包的，清河，放心，有什么问题，爸爸帮你搞定。果然，爸爸吃软不吃硬。2年前，公司为什么要放弃1亿的房地产？
而是花10亿去投资一块破地皮呢？清河上次问我的问题，简介上面都有，可这些项目我都没参加过呀。清河，要不爸爸给你找个培训班上？你们俩干什么？姐姐哪里不懂可以问妈妈，妈妈可是金融学博士。姐姐要是回到家，哪里还用上什么培训班？对啊，清河，妈妈今天是来接你回家的，有什么不懂的，妈妈都可以随时能教你。我装不懂，只是为了让爸爸好好学习，哪能当你们水？好啊，原来你们是来偷家的，快滚！别想抢走我的宝贝女儿。爸爸这么害怕我离开，正好可以利用一下。不必了，我爸爸也可以讲给我听的，对吧，爸爸？当然，爸爸最精通这些东西了。哎，清河，爸爸给你买了一个萨满帽，你等爸爸给你拿过来，然后爸爸再给你一五一十的给你讲清楚这些金融知识，好不好？你等我一下。好。爸，我有件急事要问你。干什么慌慌张张的？哎呀，我真的是有件10万火急的事要问你。你说，前2年你为什么收购一块破地皮啊？公司的事你从来就不关心，让你进入核心层，整个公司都要完蛋。你就回答我呗，你再不回答我，我闺女要被别人抢跑了。要被谁抢跑了？你别问为什么，你直接告诉我不就行了吗？清河，你爷爷当时投资那块破地皮，是为了跟其他集团达成一个合作。虽然说眼前的利益不多，但是从长远看，利益丰厚。爸爸，你好厉害呀！应该的。爸爸呢，虽然说没有管理公司，但是对公司的任何事务那都是了如指掌。所以清河，以后有什么问题尽管跟爸爸讲。好了，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我的女儿我自己管，就不劳大嫂您费心了。既如此，那清河，我和你妹妹明日再来找你。走吧。清河，学累了吧？哎，看看爸爸给你买的这个萨满帽，喜不喜欢？看来这样的方式的确能让爸爸主动学习。我很喜欢。但是我还有这里不懂，爸爸。清河，爸爸还给你准备了一些礼物，你等爸爸给你拿过来吧。爸，这一次是真的，你写你的，你不用管我。清河，你看这个衣服，喜不喜欢？喜欢。你穿正合适。还有刚才那个问题，爸爸给你讲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懂了。那爸爸，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呀？哎呦，你看爸爸这个脑子，爸爸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礼物要送给你，你等一下。清河，爸爸啊，那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呀？爸爸再给你拿个。爸爸，现存的东西你几乎都要给我拿完了，就算我们集齐了龙珠，也不能召唤神龙啊！哎呦，痛！清河，爸爸肚子不太舒服，你等爸爸上完厕所回来就给你讲，等我。
爸，又有什么不懂啊？给我在公司安排一间办公室。我现在要认真学会如何管理公司。难道你真的要转性了？我再不转性，闺女就要跟人跑了。陈总，这里就是您的办公室了。不错，你先下去吧。好的，陈总。清河，怎么样？满意吗？清河很满意。从今往后，我一定要学着好好管理公司，绝对不能失去清河。这小子，难不成真能因为清河这丫头转了性子？该死的，老爷子竟然在核心层给程思妍安排了间办公室，他凭什么？凭什么踩在我的头上？静柔，快去和爸爸说两句好话。爸爸，您就别生气了。怎么样，程清河一点想回来的心思都没有？姐姐一点也不想回来，我们还被二叔赶走了。好啊，敢欺负我的人，明天我就去找老爷子，一定为你们讨回公道。1月1次的家族聚餐也敢迟到，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爸，二弟不是一直都这样吗？您还不行吗？本以为他进入核心层，我还以为他可以改过自新，没想到还是这个样子，真是丢了我们程家的脸面。爷爷，我们来的晚，不是因为爸爸贪玩，而是一直在处理公司事务。自从爸爸成了核心层，就再也没有懈怠过了。这些都是清河的功劳。来，快坐吧。爸说的对，我们家清河最厉害。来，坐爸爸这儿。大哥，清河现在是我的孩子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大哥，清河现在是我的孩子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好了，来，准备吃饭吧。如今二弟改过自新后，还真有几分当爹的样子。是啊，二弟当年酒后乱性，不是碰过一个女人吗？如果当时结婚，至少现在也有自己的孩子了吧？分明就是你故意构陷。当年我只是喝醉了酒，还不至于做出这种事。够了，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。爸，恐怕那件事您不想提也得提了。什么意思？二弟，你恐怕还不知道吧？那个女人已经把你的孩子生下来了。说什么？爸，您若是还让思妍待在核心层，恐怕她一露面，程氏集团就会再次陷入当年的舆论危机。那个时候损失的可不是个小数。程思妍，你爷爷，我信我爸爸，我信他不会做出那种事。清河，这件事不是你小辈能插嘴的。我别说话。爸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冲我女儿吼。你个逆子！我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家业，绝不能毁在你的手上。我看你啊，就是生性叛逆，再怎么改也改不好。好啊，原来在你的心里，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败类。既然你不想让我进入集团，那我就从了你的愿。我这就出去大肆的宣扬，说我程思燕风流成性，生了个孽种。反了天了你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，家法伺候。爷爷，爸爸。吓傻了吧，陈清河？选这种爸爸，一定很后悔吧？如果你现在想回来的话，我也是可以的，只要你听静柔的话就可以了。我是绝对不会回来的。敢欺负我爸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爸爸，还疼吗？清河放心，
有你这个小棉袄陪着，爸爸早就不疼了。只是苦了你，给我谋划了这么久的事，功亏一篑。爸爸，你放心养伤，清河向你保证，无论如何，这程家继承人的位置一定是你的。小小姐，爸爸，你好好休息。我让你查的事，查得怎么样了？回小小姐，大少爷说的那个女人确实生过孩子，我已经联系好了，今天就可以做 DNA 鉴定。很好，那我让你查的程少华和杨彩云呢？回小小姐，大少爷的行踪我实在是查不到。不过大夫人这2天总是往流光酒吧跑，只要大少爷不在家，她就夜不归宿。这其中一定有猫腻，你跟我一起去看看。是。确定是这里吗？确定。大夫人这几天几乎天天来。好。杨彩云竟然敢在酒吧点男模，如此影响公司名声，要是爷爷和程少华知道了，不知道会有多怨我。你这个贱人！从今天开始，给我滚出程家，净身出户！爸，少华，我们可是夫妻，我求求你，替我向爸求求情。我们今日就离婚。来人，把他给我送到乡下去。从今以后，再也不能踏进程家一步。少华，少华，你不能这样！少华，少华！爷爷，孙女还查出2年前爸爸醉酒一事的真相。那个女人承认了，一切都是程少华指使的，并且孙女还做了亲子鉴定，那孩子确实不是我爸爸的。都是你做的好事，2个都不让我省心。爷爷，大伯他们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是不是该受到惩罚？过去兄弟2人相争，受损的必定是程氏集团的利益。清河这边虎视眈眈，我还是先稳住他再说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所有股份全部转移到4爷名下，其他的等舆论过后再说。爸，爷爷，没有处罚吗？你个逆女，你2日以后，程家要去参加沈氏集团的发布会，这件事就算了吧。爷爷，孙女不满意这个结果。清河，2日后，要是4爷能求得沈董的投资，那爷爷就会答应你，把继承人的位置交给他，就这么定了。爷爷仅因为程少华的一面之词，便使我爸爸忍受家法之徒，而这次证据确凿，程少华却还能安然无恙。如此偏心，我怎么还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？我得抓紧时间跟别人合作，自立门户。清河，这我爸怎么把程少华的股份书给我送过来了？因为我跟爷爷说了，2年前你醉酒乱性一事是大伯陷害你，然后爷爷就把程少华的股份给你了。真的？你这么厉害呢？爸爸，你别高兴太早了，爷爷对这件事没有下死令，
估计这次风波过去了，这股份还是要给程少华。老爷子还真是偏心，明明程少华也影响了集团的利益，可老头子他就是不舍得处置他。爸爸，你别伤心，你还有我呢。爸爸就知道，还得是我的宝贝呀。清河，你老爸我可是好不容易整点父女温情的。说正事儿。我们现在内忧外患，所以得抓紧时间找一条新出路。什么新出路？爷爷说，如果你为程氏集团征得沈董投资，那他便把继承人的位置让给你。但我觉得这并不可行。清河，不会的。我爸呢，虽然说比较看重利益，但是他说过的话，还是会说话算数的。当局者迷啊！爸爸明知道家人不疼自己，却还是不愿意相信。2日后，发布会结束，一切自会知晓。沈董就在那儿，谁能求来沈董的合作，这继承人的位置就是谁的。继承人的位置非我莫属。爸爸，我们也去。好，走。沈董好。哟，这是你女儿啊，长得真乖巧可爱。哎，正好我们家静柔也在，去，你们2个一起玩。我们一起玩吧。我女儿不会说话，比较胆小，还请见谅。她竟然是个哑巴。程家就是这样的家教。沈月是我的独女，是沈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。就算她一辈子不会说话，我也不允许人看轻了她。沈董啊，女儿啊，总是要嫁出去的，只管宠爱就好。但继承人还是要给儿子的，不如趁着年轻，趁早再生个儿子吧。见识短浅，谁说只有男人能当权？女人也可以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来。还是这个女孩说的有理。你是哪家的千金呀？她是我刚找回来的孙女，叫程清河。沈董好。你好，我们可以做朋友吗？他竟然也会手语。可以。宝贝闺女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爸爸，我们现在是好朋友啦。好。你是程二少，看着明明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大好青年，看来传闻一点都不可信。沈董谬赞，我也是纯是因为有了这个宝贝女儿，被女儿调教的。沈董，你也只有这一个女儿？对，说起来，这还是他第一次愿意跟朋友一起玩呢。原来是萨满族古籍中所说的失音症。沈小姐这是被高烧伤到了咽喉，浊气淤塞，才不能开口说话。没错，她小时候的确生了一场高烧，醒来之后就没法说话了。没想到啊，你这个小丫头呀，居然还懂医术。只可惜我寻遍了各种办法，都没能治好月儿的哑症。沈董，只要你相信我，我就一定能治好沈月，让她重新开口说话。真的吗？你一个丫头片子，能治好一个哑巴？别白费力气了。说什么呢？净给我丢人！爸，我只是担心清河这个丫头治不好，再把人治坏了。你，我相信清河，他说能治好，就一定能治好。沈董，请您让我试试吧。你愿意让我帮你治疗哑症吗？我有信心，让你和正常人一样开口说话。
想说话，我愿意相信清河。罢了，既然月儿想治，就让她治吧。清河丫头，我就全当替我们家月儿交了你这个朋友，但你要保证，千万不要伤到月儿。沈董放心，月月乖，我一会儿会戴上这个面具跟你跳舞，铃铛会唱歌，它能吹走你喉咙里的浊气。月牙湾挂窗帘，布娃娃快走远。月儿跟我念，爸爸，爸爸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月儿，你嗓子真的好了吗？快让爸爸好好看看。月儿，沈董别急，只要我给沈小姐连续治1个月，她一定会恢复正常的。好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陈二少。没想到你居然有个医术这么好的女儿，一定要好好培养，日后一定有一番大作为啊！那是，我要是有自己的公司，那么清河一定是第一继承人。自古以来，巾帼不让须眉。沈董，女子也可以继承家业。真是个精明丫头。既然这样，我宣布，你们程氏集团就是我们这次发布会的主要合作方。好，多谢沈董。多谢。爷爷，我和爸爸已经为公司拿下了沈氏集团的合作，那继承人的位置总该是我爸爸的吧？不行，爸，这继承人的位置一定是我的。爷爷，你要是把公司给他，那程家100年的基业必定毁于一旦。爸，这些年我兢兢业业，公司上下从来没有任何问题。你要是把公司给他，就是赌博，你不能赌的。没有问题，大伯，你这么说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爸，我这几个月的努力和改变，难道您都没有看到吗？不是说好了吗？谁能拿下合作，谁就是继承人。爸，孙悦纨绔了这么多年，就算是清河管着也不好好管。反正现在跟沈家的合作已经到手，公司还是交给少华更稳妥些。尽管如此，也不能磨灭你纨绔了这么多年的事实。我看这继承人还是暂时由少华来当。果然如此。柔恒，二弟，你再怎么争，也争不过你大哥的。爸，是不是在你的眼里，只有利益，毫无公平？我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经营的家业，绝不可能毁在你的手里。外人揭穿你是纨绔，我如果还把集团交给你，不知道死后还有多少流言蜚语呢。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原来在他心里，我竟如此不堪。爸爸，既如此，不破不立，我们遭受了不公，就应该把应得的东西给抢回来。走。爸爸，你怎么了呀？清河，你说爸爸是不是很没用啊？你带着我努力了那么久，什么也没有得到。爸爸，在我的眼里，您就是最合格的继承人。可是，不管我再怎么努力，爸还是把集团交给了程少华。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爸爸，与沈氏集团的合作是我们争来的，那自然也会跟着我们离开。你的意思是，离开程氏集团，发展属于自己的丰功伟业。思燕，这才几天没见，怎么变这么颓废啊？
沈叔叔，你迟到了。清河，你们早就商量好了？没错，发布会之后，我就觉得爷爷会不守承诺，所以就主动找了沈叔叔。你不是程二少的女儿吗？你爸爸呢？不需要他。沈叔叔，我想和你谈笔生意。真有意思，你想跟我谈什么生意啊？2日后，若我爸爸没有当上程氏继承人，我想要您带着项目跟我们一起离开。我和爸爸自立门户，而你女儿的病，我也会全力以赴。好，我倒要看看程老爷子会不会这么没有眼光，选择放弃你们。这都是清河出的好主意，我出资金和沈氏集团的人脉，你们出脑子，我们一起合作做一个清月集团，怎么样？爸爸，清月集团是只属于我们的地方，我相信我们会做到比程氏集团更好。好。哎呀，从今以后，这程氏集团就是我的了。爸爸，虽然现在程思燕已经离开了程家，但是那个程清河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到时候她要是来找你，那我怎么办？没事的，静柔，你是爸爸，也是程家唯一的小公主。至于那个程思燕和程清河，他们只不过是丧家之犬罢了。陈总，不好吧？什么不好？我刚刚接管程氏集团，应该说是太好了，以后啊只会蒸蒸日上。不是的，陈总，就在刚刚，沈氏集团突然终止和程氏集团所有合作。怎么可能？程少华呀，程少华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这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先攻占程氏集团的核心产业，然后再壮大自己的医疗产业。为什么终止合作？陈清河不是已经治好了他的哑巴女儿吗？为什么？听沈总说，是一个叫什么清月集团 CEO 吩咐他这么做的。清月集团？不对，陈总，你看。最近监察局发现，程氏集团总裁程少华私自与东瀛人勾结，讹款数百亿，公司或将破产。这究竟是谁干的？程氏集团大少爷程少华私自与东瀛人勾结，挪用公款，税务局、证监会介入调查。什么人这样玩吗？我们是程氏集团的员工，看到咱们公司说3倍聘请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我要入职！还有我！清河，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意。对啊，爸爸，程氏集团暴雷，程少华负面消息铺天盖地，这是我们撬墙角最好的时机啊！不愧是我的女儿，聪明又可爱，闪闪惹人爱。爸爸，松手！哼，你是怎么接手集团的？竟敢私下跟东瀛人勾结！短短1个星期，程氏集团就有80%的员工离职了。爷爷，您就别凶爸爸了，毕竟爸爸也是刚接手的公司，很多事情都不太了解。爸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！你想想办法，我欠了那么多钱，要是还不上的话，我可是会坐牢的呀，爸。事到如今，我还能有什么办法？爷爷，你要是把公司交给他，那程家100年的基业必将毁于一旦。程家完了！不可能的，爸，你掌管公司那么多年，你一定认识很多人脉可以救我的。爸，我可是您亲儿子，你得想办法救救我呀！是啊，爷爷，您就去求求他们吧，救救我爸爸！你真是蠢货！现在求他们，那不就等于昭告天下，我们程氏集团已经虎落平阳了吗？你到底是怎么得罪了他们？沈氏集团才会对我们蓄意报复。蓄意报复？沈氏董事长已经发话了，谁要是敢帮我们程家，就是与他们为敌。程
少华呀，程少华，你到底是怎么得罪他们了？听沈总说，是一个叫什么清月集团 CEO 吩咐让这么做的。清月集团，对，就是他们。清月集团，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公司？看来我有必要去拜访一下他们。你在家给我好好待着，等这件事情处理完了之后，好好跟你算账。哼！清河，你真的觉得我爸会回来找我们吗？放心，他想要程氏集团活下去，就一定会来。我爸真的来找我了，比我想象中的还早一点。爸爸，走，我们去迎接他。这清月集团居然能在短时间当中壮大到如此程度，到底是谁要跟我们程家作对？爷爷好。清河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爷爷，你想去哪儿？我送你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到4楼去啊？爷爷，最近程家过得还好吗？杨彩云的出轨风波，程少华与东瀛人勾结，滥用公款，看来程氏集团快要不行了吧？爷爷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把集团让出去呢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爸，你不觉得清月集团这个名字很好听吗？清河，这公司是你们开的？好啊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们两个在捣鬼！好一个清月集团！现在我算搞明白了，你们俩这是想把我们程氏集团搞垮！爸，您老糊涂了，毁掉程氏集团的不是一直都是您最偏爱的那个大儿子程少华吗？您跑来这里跟我们父女俩闹什么？就是因为我没有把继承权给你，所以你才来报复我们程氏集团。不，爷爷，你错了。我和爸爸警告过你，不要把集团交给程少华，可您太偏心他了。这一切都是你的咎由自取。爸，是你为了集团利益，为了自己的面子装聋作哑，这怪不得我。你们两个人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们只求一个不偏不倚的公道。身为程家人，理应遵守家规，谁有能力就继承家业，而破坏集团利益，就应当滚出程氏。思妍，我知道你心里对我一直都有气，可是少华是程家的长子，是你的亲哥哥呀。亲哥哥，长子，说好听点，他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；要是说难听一点，他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子。爸，你别装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向那个私生子低头的。爸爸，爷爷好像有点微死了。爸。虽然程老爷子一直偏心程少华，可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爸爸在乎的人。虽然我很想见死不救，但是如果他死了，爸爸应该也会很伤心的吧？爸爸，你赶紧去找人，送爷爷去医院。好。是你救了我，爸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了。
虽然思燕有些顽固，可自从清河来了以后，思燕也在慢慢改变。或许我就不该偏心少华，不止思燕。思燕啊，你长大了，也有了自己的事业。你妈妈在九泉之下看到你这样，一定会为你高兴的。爷爷，清月可以为程氏集团注册资金10亿，度过这场危机。作为交换，你要在董事会上宣布，我爸爸才是唯一的继承人。好。你放心，等这次危机过后，我会正式宣布由思燕正式接管程氏集团。恭喜爷爷，成功做了一次正确的决定。爸爸，爷爷怎么还不回来？大少爷，老爷让我通知您，您在程氏集团的所有职务都被暂停。你说什么？爸爸，爷爷是不是根本就不在乎您？您都快被抓了，他还一点也不担心，我们可不能坐以待毙啊！这件事情处理完了以后，我再好好跟你算账。没错，老头子，既然你不忍，那就别怪我不义。爷爷再见。清河，谢谢你，救了我爸爸。因为我不想看到爸爸伤心。你看，天上有飞机。这套路都用过了，我又不是3岁小孩了。是，我们家清河呀，不是3岁小孩，是10岁的小大人。走吧。你怎么了，爸？你要是出事，我们可怎么办呢？二弟，你就先回去吧，爸这里有我就行。爸爸，这下继承人的位置一定是你的了，那我就会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了。先别高兴得太早，我们还不知道老头子到底什么时候醒过来呢。程先生，车祸导致病人颅内出血，虽然有希望醒过来，但也只能是短暂清醒。你们医院就是这水平？程先生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拼尽全力救治老爷子的。错了，我要让他永远躺着，永远醒不过来。说什么？这些钱足够你下半辈子花了，你只要让他永远睡着就可以了。程先生放心，我们会减少用药，让老爷子安享晚年的。站住！你记住了，不要让陈思燕他们父女进来。哎，放心吧。爸爸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们刚送走爷爷，爷爷就出了车祸。难道你怀疑？我不清楚，我只是觉得这一切过于巧合了。那份注资10亿的合同还在爷爷手里。那我们去医院看看。好。这下好了，注册资金10个亿，这下公司有救了。重症监护室禁止探视。我们是病人家属，凭什么不能进去？现在病人是植物人，需要休养，你们不能进去。
哎，儿子看爸天经地义，你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让开！保安，把他们轰出去！这什么医院，连探亲都不让！我爸的病情就这么严重？爸爸，说不定只有我们不让探亲。你等我一下。这不是普通的车祸，上回神力流失的太多，没办法救治。不过，想找到肇事凶手不是什么难事。喂，沈叔叔，我要你帮我查一件事。清河，你干什么去了？爸爸，我去调查爷爷车祸一事的真相了。真相？你是怀疑？爸爸，你别急，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这程家大少爷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呀，连自己亲爹都杀。神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说话！是程少华跟我说的，只要我撞上一辆车，他就给我100万。不仅如此，程少华还特意买通医生，故意减少治疗剂量，想让程老做一辈子植物人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进不去，我爸就一直醒不过来。医生，不好了，1号床的病人晕倒了。爸爸，就是现在，我们赶紧进去。爷爷，我是清河呀，你能听见吗？爸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你在冲我姑娘喊什么？说，你对我爸做了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再这样，我可要叫保安了。那你跟我解释解释，你银行卡里凭空多出500万是怎么回事？你们，如果你现在愿意说实话，或许我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你只有2条路，要么自愿说，要么让警察帮你说。我只是给老爷子减少了药量，我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做。那我现在给你一条生路，让他醒过来，可以做到吗？能，我能。只要不告诉警察，我什么都能做。赶紧！好了。爷爷，我这是在哪里啊？爷爷，程少华为了夺权，故意制造车祸，害您入院。是程少华干的。还有，您之所以昏迷了那么久，也是程少华买通医生，想让您再也醒不过来。这个逆子！爷爷别太激动。我精心培养他了20年，他竟然想要害我！今天我找你们来，主要是为了宣布一件事：即日起，我程少华正式继任程氏集团董事一职。大伯，爷爷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，你现在宣布这件事，是想谋权篡位吗？你爷爷一直昏迷不醒，集团不能言之无主，更何况他在1个月之前就已经确定将继承人的位置给我了。大伯，你夺权前有没有想过，你与东瀛人勾结，滥用公款，欠下的数亿债务，还有公司除了股东们，估计没几个员工了吧？他们都等着把你吃干抹净。逆程少华，你最好给我搞清楚，清河现在是我女儿，没有资格管教。大伯，
你欠了这么多钱，按照程家家规，早就应该被赶出程家。现在最有资格继承集团的，唯有我爸爸一人。放屁！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找好了清月集团的 CEO， 给程氏集团注资10个亿来解决危机。你们可要想清楚，继承人的位置非我莫属，你们可不要站错队。爸爸，这是清河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呀，真是蠢成猪头了。你们就笑，我让你以后再也笑不成。哦，是吗？